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有很多政治犯被关在这里。这集是我们在富国岛的第3天，我们要前往位在富国岛南边的地中海日落小镇。监牢里面度过。那么其中呢，他们期待，这里的建筑物充满了欧式情调，房屋沿着山坡建造，有许多阶梯连接着不同层的街道。有些墙上会有美丽的壁画，就连街上的花花草草都是经过设计而种植的。来到热门拍照点比塔，虽然现在小镇里还有很多闲置店铺，但相信不久之后，这里将会变得更加繁华热闹。绕回上层，可以纵观日落小镇和海景。接着，我们前往世界最长跨海缆车的车站。从这里可以搭缆车去香岛。我们预计在岛上的太阳世界玩上1整天。搭缆车进入乐园和乐园自助餐餐厅都会用到这张票券。一个车厢最多可以坐30人。终于轮到我们上缆车喽，好期待！总长竟然有7899公尺，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缆车。一开始会沿着日落小镇里的房屋前进，经过当地渔村，看到有好多艘渔船停在海上，既美丽又壮观。全程总共只有6只塔柱，长度却可以达到快8公里。在缆车上可以欣赏壮阔海景，单程大约15分钟，马上就可以看到太阳世界了。来到太阳世界香岛自然公园，原来跨海缆车本身就属于自然公园的一部分，所以入园就不用再检票了。园内有各种颜色艳丽的花。首先，我们要来搭的是这个可以360度欣赏香岛的鹰眼。设施会缓慢旋转上升到高点，再下降。一进到观景舱，竟然有空调。不过因为是全景窗，被太阳照久了，还是有点闷热。来到高点，可以看到整个自然公园、水上乐园、不远处还有一项世界之最设施——世界最长的木造云霄飞车。看起来好像没有一般云霄飞车刺激。实际乘坐后发现，不管是速度还是刺激感都超乎预期，非常好玩。
的用餐时间，大家都会到这间 Mango 自助餐厅。这里是需要刷门票的，只能使用一次。餐厅非常大，用餐的人很多。自助餐种类还蛮多的。不过因为排队动线不明确，所以常常有插队的情形。各种粤式料理、水果、饮料吧。自助餐的好处就是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，不过食物的味道吃起来普通。还有可以自己加料的么么喳喳。中午过后要来逛逛东南亚最大水上乐园。这里有寄物处，可以寄放衣服和随身物品。寄物会额外收费，付款时会拿到钥匙手环。有飘飘盒。很高的滑水道，可以多人乘坐的设施，人造海浪区，也有人造冲浪池，奇怪造型的冲水器。中午太阳很大，游玩一定要记得防晒。可以预约的小屋躺椅区，这里可以通往海边。两旁是要收费的躺椅区。太阳世界还有正在新建中的区域。如果想找个地方休息，可以来接近入口的 The Coffee House， 点杯冰咖啡解解热。咖啡店内部摆放了木质调的桌椅和竹篓吊饰，以南洋风营造出轻松有质感的氛围。接近闭园时间，店家差不多要打烊了。香岛自然公园到处都有美丽的花。今天体验了跨海缆车、鹰眼和木蛇，也到水上乐园逛逛。闭园时段大家都要排队搭缆车回去日落小镇看夕阳了。再来欣赏跨海缆车的无敌海景吧。回到日落小镇，走在街上，一旁就是仿古罗马竞技场的建筑。前往亲吻桥可以从北侧或南侧的入口，这里可以只买单点的门票，但通常都会和太阳世界的套票一起买。亲吻桥是意大利建筑师以牛郎织女相会的意象而设计，半圆弧的桥面架在海上。晚上会有全球最大海上剧场 Kiss of the Sea 在这里表演。若要清楚看到落日下的亲吻桥，建议要到亲吻桥旁边的另一座桥拍的才比较好看。可以看到亲吻桥两侧都是人，因为夕阳背光的关系，其实看不到桥上人们的脸，但这里的景色还是很不错的。每天大约晚上6点，会有爱情漩涡、水上摩托车和飞板极限运动表演。
由18名国际极限运动好手表演，非常帅气。第一次看到水上飞板的表演，还可以表演双人芭蕾，真的很厉害。时间抓准的话，就可以拍到夕阳中的亲吻桥以及爱情漩涡的精彩表演哦。走去餐厅的路上，看到罗马竞技场点上了灯，要来享用日落小镇的晚餐。这餐是个人套餐，不是合菜，好大一份沙拉，法式长棍，咖喱鸡。可以拿面包沾咖喱酱吃，咖喱酱好好吃，好入味。也可以拌饭。海鲜拼盘除了常见的海胆、扇贝、虾，竟然还有烤生蚝。其实有点吃不习惯富国岛的海胆，觉得味道比较腥。吃完丰盛的一餐，第3天的行程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太阳集团在岛南创造了许多具有话题性、娱乐性的景点，像是快海缆车、最长木造云霄飞车、日落小镇、亲吻桥等等，都是既热门又好玩的景点。下一集我们终于要入住奢华的 JW 万豪酒店了。入住植物学系的海景客房，在建筑学系餐厅享用自助早餐，在化学系实验室酒吧品尝特调鸡尾酒，一览翡翠湾和著名的贝壳泳池。一起来开箱最美的学院风度假酒店吧！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影片哦。